今天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ChatGPT 的 Web Browsing 访问网络功能。从资讯结合能力的角度看起来，我认为比微软的 Bing 还好，因为 ChatGPT 限制比较少，虽然 ChatGPT Plus 是要付费的啦，有点胜之不武。那以及后面也补充几个上次没提到的插件内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大家身边引导的 Mo Kevin。今天我的 Web Browsing 这个功能总算开出来了，就是赶紧来玩一波，跟大家简单介绍。那首先要如何打开呢？就是一样，在左下角的 Setting， 然后 Beta Feature 这边。那如果你有 Web Browsing， 就是把它打开，让它变成绿色，它就会有了。一样在 GPT-4 这边的选单，它可以勾选 Browsing Beta 这样子才会有这个功能。那如果你用 Plugin 的时候，就是又不能用 Browsing， 就是它没有办法同时使用。首先下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，我们来请它总结一下 Apple 在5月的相关新闻。那我们做个计时，这边速度会比较慢，所以我等一下会快转，只是让大家知道总共大概花了多少时间。我刚刚等太久受不了，结果我刚刚回看影片才发现，大概在2分钟左右就卡住了。那我试着让它继续，然后重新计时。OK， 那总共是花了大概8分半左右。它的状况很不稳定，因为首先它要一直叫它继续，像我之前测试是没有这样子的，然后而且它不知道为什么生出的是英文，而我问它的是中文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，上次用 WebPilot 插件没有成功辨识的网页，如果你不开那 Web Browsing 的功能的话，是没有办法访问的，它会像这样子。如果有给它的话，那它就会可以去搜寻，那也会像刚刚一样，它会去执行动作，然后反馈文章给你。这个内容的话，写的就是正确的了，所以它跟 WebPilot 抓的资料来源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很复杂。那我后来又测试了一下，说它能不能把这些东西讲得很简单一点，因为这些看起来就是无字天书的感觉，不对，有字天书的感觉。然后我就试着先说一段说，你是擅长解释复杂文字的助手，然后你的目标受众12岁这样子，然后再把这个内容用 Web Browsing 的方式让它去读，那它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，所以它会比单纯就是看一个网页好一点点的事情，就是说你前面可以再给它做一些设定。那再来是多个网页分析，就是我一次试着把多个网页丢给他，因为从刚刚那个 idea 想到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可不可以一次丢这些网页给他，然后我让他分析这些网页，把它做成表格，提供标题摘要跟关注度评分，然后他为什么这样子评分，这样一次让他做这些事情，然后告诉他说，关注度评分范围1到10分，1代表很烂，10代表很棒，然后他就开始执行，然后执行到一半卡住，再叫他继续执行，还是执行一半卡住，那再叫他继续。那最后就是好几轮之后，他总结完了，但是他忘记要做表格，然后再跟他说再做一次表格，那他就做出来。不过第5个网页他是没办法读出来的，就是他有一些网页是没有办法读出来的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就是优点的话，它的限制比Bing少。然后第2个是 Web Browsing 的 tokens 上限可能比Bing高，然后第3个是它可以大幅优化之前就是我们要用工人智慧在那边帮 ChatGPT 手工 copy 来 copy 去的一些工作。那缺点就很显然的就是第1个就是它要花钱，那第2个就是目前还不能跟插件同时使用，就是你用 Web Browsing 的时候就是不能用插件。那第3个就是现在还不太清楚它调用网页的原理，就是像是它读取多少网页资料之类的，就是它可能一个网页也许限制只读几千个 token 之类的吧。然后再来是某些正常可以访问的网页，但是却访问不到。那Bing我是还没有遇过这种问题。那除了是可能是 bug 之外，那我推测还有一个可能是OpenAI 它不是读网页，而是读
透过像 CDN 上面的资料这样的方式。那我觉得这样也是合理，因为毕竟要有更快的速度才能去做反应，要不然每一次就是叫他去读，他都真的去读网页的话，那速度会很慢。但他没有办法像 Google 或微软他们这样子本身有强大的网页搜寻跟 CDN 的资源，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时间 Google 或微软也不会把这些资源给 OpenAI， 毕竟他们现在是竞争关系。那第5点就是目前要读取网页资料只能用 GPT-4， 但是 GPT-4 很慢，而且 GPT-4 有每3小时25则讯息的限制，所以可能每办几件事然后就在那边等 CD 时间。那第6个就是解决的维度变多了，但是 GPT 执行任务的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发散。像我刚刚那个Apple 的那个分析，就是它有时候可能一次就完成了，有时候它就一下执行那个，一下执行这个，就变得没有办法认真的完成任务。OK， 那以上就是 Web Browsing 的简单游玩心得。那你有什么特别的玩法，可以在下面分享。那我再来补充几个上部影片没有介绍到的插件功能。就是首先我发现到说插件其实也可以像刚刚 Web Browsing 一样把它点开来看。插件有一个更好的事情是说，有些 prompt 和资料格式是可以看到的，所以这样就可以解释一些上次的一些插件的疑惑，像这个你这边可以点开看到就是它的 prompt 是什么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它读的内容是中文的内容是什么，然后或者是上次的这读网页的那个插件，你会发现打开来看它的文字内容是对的可是 ChatGPT 解读出来的东西是错误，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错误是 ChatGPT 导致，而不是插件导致。那再来就是上次没有玩到的这个 Mixer Box。首先我先问他说这个要怎么用，那他就大概告诉我说你可以搜寻谁的歌或者是一个列表之类的，然后可能先让他找周杰伦的歌，那他就找了几首他觉得比较受欢迎的歌曲，然后再给他说我要一个放松心情的音乐列表，那他就给你不同的列表。那这边点过去其实就是这个软体的服务啦，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播放一整个列表，其实蛮简单，它其实只是把原本的那个工具的功能跟 ChatGPT 结合。但我觉得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下面这个选单，就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交互的。那而且它的这个 prompt 里面看起来也找不到这些资讯，所以有一些插件的资讯就是还是看不太出来的。那我有问他说这些东西是怎么样交互的，那尝试把这些东西丢给他，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呈现，就是有一些资讯我们还是不知道目前插件跟 ChatGPT 要怎么样交互做到。那再来是我尝试了一下 ChatPDF 的这个插件，然后也问他怎么用，他说一定要给连结，然后但我尝试给了几个，就是它实际上是可以看得到内容的连接，我确认它的网页的内容是正确的，就是它是可以读到这个 PDF 的，但是他却跟我说就是他读不到资料，然后我又试了别的，就是他也读不到资料，所以这个插件可能他读网页资料的方式是有问题的。然后再来一个是像上次有提到一个插件叫 SEO 的这个插件，然后它现在是被禁用的，就是你现在在插件商店也找不到。我现在看得到是因为我之前有装过，就是可以得知说原来它真的是可以在线更新插件，就是你可以把一些插件给屏蔽掉。总结就是这次这种 prompt 的工程，不管是之前的插件或者是今天提到 Web Browsing， 就是结合不同资料的工具的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感受到接下来 LLM 语言模型后续的发展威力。除了大幅提升生产力外，我们可以预见到就是可以发展不同维度的运用，开始已经有点 AGI 那种感觉。那第二个是 OpenAI 把 AutoGPT 那类的功能整合方式，目前 ChatGPT 感觉就是在往这方面在靠，所以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整合度只会越来越高，所以之后大概就是这些大厂包括 Google 或微软
然后 OpenAI 他们才有办法玩这个东西，其他小打小闹的方式，我觉得可能就比较难发展。大家可以回家啦。那第三个就是不过短时间内个性化的功能应该还是比较难以取代，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研究 ChatGPT 的插件，像里面有提到 prompt 的方式，那也可以研究一下别人如何做这样子的 prompt 工程。那以上就是本次的分享。那最近有收到说观众喜欢我的影片，我非常感动，所以如果你喜欢我这部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那这些小举动都是对我很大的鼓励。那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对影片有什么问题或看法。拜拜。